数千座的金辉宫殿栩栩如生，看着这浩大的震撼场面，也是令得他们的心情难免有些小激动。而天却不是蓝色的，而是五彩缤纷之色，在那天空之中，也是能够见得到，在那之上还有着不少建筑的悬浮其中。整个天神山有着万米之上的高度，而在天神山最底部也不是大地，而是金色的海洋。天神山便是落座于这片一望无际的金色海洋之中，四面环海，非常的安全。而且这些建筑都不是搭建在天神山的山壁地面上，而是以一种非常奇妙的格局，将打造的数千座宫殿悬浮在了整座天神山之上，这在第2等级和第3等级世界都不曾遇见过的震撼风格。此时萧炎三人锁定了一座最前方的宫殿，可以看到在那里有诸多人影飞过，但因为天神山的浩瀚广袤，即便是汇聚了诸多大宙中的强者，在这里都并没有感觉到任何一丝的拥挤之感，反而是让人觉得一切都井井有条，也没有出现强者欺压弱者的画面，一切都是非常的公平公正。不是因为第1等级世界就是如此，乃是天神山是神奇联盟管辖举办的这一次招揽神会，谁那么没有脑子会在这里闹事？神奇联盟的底蕴可不是任何一道神势力可以惹得起的，所以此次招揽神会也有很多神势力派出的许多强者参与其中，目的就是能够有机会加入神奇联盟，获得更加的资源。再则有着如此强大的巨无霸靠山，对于任何一道神势力来说，无疑都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。旋即萧炎三人的目光也是看向周围，欣赏着天神山这美丽的景色，享受着难得清闲时光。一会儿之后，萧炎、灵动木尘3道身影便是对着那处金辉散发的巨大建筑暴掠而去。很快他们便是抵达了这处巨大建筑的大门之前，大门之上刻着4个字：招揽神会。没想到还给专门给这届的神会刻上了名字，看来神奇联盟对于自己举办的招揽神会非常的注重。三人的目光看向大门之内，当即抬起步伐进入其中。建筑的内部一片灯火通明，所有的一切皆是用金属修筑，给人一种十分刚硬之感。萧炎也是忍不住连连惊叹，建筑的风格完全超出了他们的意料之外，四周还可以见到各种幻影，这些幻影是在展露着整座巨大建筑的构造。就在此时，一道身影一跃便来到了萧炎、灵动木尘的正前方。欢迎3位参加来到天神山，你们现在所在的地方乃是天神贵宾阁，我是你们的向导，我叫青儿。接下来我会安排你们的住宿，以及向你们介绍天神贵宾阁所必须遵守的事项。来人是一名女子，一头浅银色的头发，身着紧致的银色皮衣，其紧致程度有些夸张，几乎将她完美的身材都是勾勒了出来。玲珑细腰，加上丰满的双峰，修长的双腿，加上白皙的皮肤，在空气中更是泛着白光，简直就是所有男人心中最完美的身材。我们这里会对每一位来自各个世界的贵宾进行安置，当然这是需要缴纳费用的。在天神贵宾阁，最便宜的住宿也需要1万枚神器丹。1万枚神器丹，萧炎、灵动木尘一听，一时间竟是未能反应过来，脸上充满着疑惑之色。这位招待他们的女子见到三人的异样，便是知晓他们心中的异火，开始解释道：忘了，你们应该是来自第2等级世界的参赛者吧？我们是来自第3等级世界。此话一出，直接让这位娴熟的招待女子都是没有忍住的震惊，瞪大了不可思议的眼睛盯着萧炎、灵动木尘三人。什么？你们是来自第3等级世界？敢问有什么不妥？木尘此时出声说道。刚刚他们只是报出自己来自的所属世界，竟是能够让他们有着如此的吃惊，有些不解。见到自己刚刚失了神，便是连忙微笑缓解刚刚的尴尬，继续轻咳了一声道：刚刚不好意思，因为近数百年来我们历届举办的招揽神会，除了第1等级和第2等级世界，从来没有过有第3等级世界的参赛者。不过这一届竟然有3名来自第3等级世界来的参赛者，令我有些惊讶。闻言，萧炎三人也是明白，由于第3等级世界的资源太过匮乏，根本就没有神元之气，更不可能会有神奇的诞生，所以有史以来能够参加招揽神会的都是第2等级世界和第1等级世界的神奇。此次萧炎、灵动木尘3位能够纳入神列，踏足神之路，也是因为天元界的资源，不然就算他们天赋再如何强大，也不可能在第3等级世界中成为神奇，因为缺乏神元之气，就断然无法成神。还有刚刚我所说的神器丹，乃是由神元之气所炼制而成的丹药，相当于你们世界的主气丹，而1万枚神器丹相当于10万枚主气丹。这一听，萧炎他们也是明白了过来，没想到主气丹和神器丹竟然成为了第1等级世界中的交易货币。我们的房间分皇级、玄级、地级、天级4个不同等级，等级越高，价格也就越贵。请问你们需要什么级别的住宿？青儿看着萧炎三人问道。听闻等级越高的住宿价格也越贵，三人一脸骇然。单单只是住宿，最少也要10万枚主气丹，3间就要30万枚主气丹，
虽然以目前萧炎9品药仙的身份，30万枚主气丹自然没有多大的压力。不过当然，对于现在那界中只有100万主气丹的萧炎他们来说，这问题倒并不大。如果放在千元界之中，萧炎、灵动、沐尘3人绝对是整个千元的3大首富财主。不过现在在第1等级世界中，这3大首富财主都只能省着点花了，那就订3间皇级的房间吧。萧炎便是从那界中拿出30万枚主气丹，青儿也是点点头，立刻看了一下手中的小本子，然后有些为难地看着萧炎3人。实在是抱歉各位，我们的皇级住宿现在好像已经满了。那玄级的房间也行？玄级的房间似乎也满了。地级的房间呢？好像也满了。萧炎3人听的是一脸火大，这么大的天神贵宾阁，怎么还全部都已经住满了呢？不过也只能按耐住心中的火气，沉声道：“那现在天级的房间有没有？”青儿闻言，半时立刻翻动手中的小本子，本子上的字符都在变换，显然也是萧炎3人未曾见过是宝物。比起玉简之类的东西，这宝物看似更加的高级一些。实在抱歉各位，我们现在的住宿已经全部满了。半晌之后，青儿却是一脸不好意思地说道：“什么？根本不可能吧？你们这里这么大，怎么可能住得满？”灵动的面色一沉，一步上前质问道。青儿见灵动如此，便是将手中的小本子拿给了灵动看，上面的确也显示着所有住宿都已经满了。实在不行，我们就随便找个地方睡一觉也是可以的。萧炎倒是摊了摊手，现在也不知道究竟是个什么情况。没想到这么大的天神贵宾阁都被住满了，难道说这一届的招揽神会参赛者很多吗？场面也顿时有些尴尬了起来。历经了千辛万苦，才飞升第1等级世界来参加招揽神会，没想到却连住宿的地方都没有，着实让人有些难以接受啊。萧炎、灵动、沐尘，你们3位也来了呀？众人闻声皆是微微一愣，原来是天元界的祖涛之神吞吞，而在其身边还站着另一道熟悉的身影，此人正是天星界的天星主。没想到这次的招揽神会来了他们2人，祖涛前辈、天星主前辈。萧炎、灵动、沐尘3人便是拱手打了个招呼，然后祖涛之神吞吞其2人朝着他们3人走来，问道：“叫我吞吞就行。此前天元界要不是你们击杀了先天神，恐怕如今的天元界早就被先天神给统治了。对，天心主听起来挺别扭的，直接叫我天心就行。”萧炎3人也是一脸笑意，然后点点头：“好吧。”刚刚我们似乎听到你们租不到房间了吗？吞吞闻言，原本那笑意的脸颊便是消失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难以相信，然后询问青儿说道：“真的没有了吗？”对，刚刚这位青儿小姐说这里的房间全部住满了。萧炎说着，目光则是看向一旁的青儿。我记得此次参加招揽神会的有数千人等，可是你这里的房间据说有数万间，所以怎么可能会被住满了呢？吞吞那冷冽的眼神望着青儿询问道。青儿闻言便也是露出疑惑的神色，回答道：“的确如此，可是我们小本子上显示，的确这数万间的房间已经全部租出去了。”吞吞接过青儿手中的小本子看了看，还的确上面的诸多字符显示，这里数万间的房间全部住满了。不过实际上这里的房间还是很多空房的，但为什么小本子上都是显示全部住满了呢？看来似乎有人刻意在针对我们。灵动听完吞吞所说的话，便是很快分析出来其中的缘由。有人刻意针对？难道说你们得罪了什么人吗？天星主显然有些吃惊，能够得罪如此有实力之人，恐怕其身份与势力非常之强大。毕竟招揽神会乃是神奇联盟举办的，一切都是公平公正。如果硬要说在天神山这地狱包下所有的房间，恐怕除了神奇联盟本身，就没有任何神势力可以做到。就算有，也没有必要在天神山做出如此的事情。想到这里，萧炎、灵动、沐尘3人的眼神微微一变，似乎已经知晓了此事是谁做的。灵兄、沐尘，你们2位觉得会是谁针对我们？萧炎脸上带着一丝精彩之色。在神奇联盟的地盘能够做出这样有能力的事情，怕是只有神奇联盟本身了吧？沐尘也早已经知晓此事的真正原因，不用想都知道，除了神奇联盟，还有谁会有这般能耐，能够在天神山做手脚，来刁难区3个第3等级世界来的小辈？什么？难道你们之前得罪过神奇联盟？不仅是天星主一脸震惊，就连吞吞也是有些表情复杂起来。对面神指联盟这等巨无霸，他们可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我之前听王熙说起过，难道是纪元遗迹的那一次，你们似乎与神奇联盟发起了不小的冲突，而且还击杀了一名神奇联盟中的使者？或许就是因为这件事情，所以才刻意的针对你们3位吧？吞吞声音带着一丝无奈，如果是神奇联盟做的事情，就算是他也没有办法。不愧是天元界的祖涛之神，你说对了。此时一道笑声传入他们的耳朵之中，而且声音中还带着一股非常可怕的神之威压。要不是萧炎他们如今已经是一位纳入神列的神奇，怕是早已经在这恐怖的威压下陨落。当众人闻声望去的时候，映入萧炎、灵动、沐尘3人眼帘的，则是一位他们非常熟悉的身影，正是之前在纪元遗迹中遇见过的神使。他身穿精致的银色铠甲，黄袍头戴金冠，身材不高，
但那双深邃的眼眸便是一动不动地对着萧炎三人投射而来，也就是当年与元尊交手过的那位神使。没想到他竟然会出现在天神山。原来是你。灵动那低沉之声响起来，不过并没有直接对着这位神使一顿毒打，毕竟对方可是能够与当年元尊对战的时候竟是平分秋色，要不是元尊更狠一点，恐怕这位神使也不见得很好对付。所以这位神使的实力，怕是在众多的神使之中，其实力都是位列前3的存在，能够与元尊战成平手，至少也是一位第一序列神。所以对面如此强大的神器，就算是灵动也不会轻易的出手。虽说灵动出手快准狠，不过并不是傻到见谁都要出手，毕竟这里乃是神器联盟的地盘，如果贸然展开战斗，就会引火上身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就算他们3人自身底牌非常强大，也无法对抗神器联盟的诸多众神。除了本神使，还有谁那么有能耐可以做到如此？虽然说我不能对参赛者出手，不过我会让其他参赛者将你们在比赛中活活的折磨致死，你们可要小心了。神使一脸自信，不过他的确有自信的资本，他身为神器联盟的神使，自然其身份也不低。有趣，那么久劳烦你这位神使了，还专门派出其他人来送人头给我们。萧炎也是选择最简单粗暴的话，既然对方已经踩到他们的头上，那么自然是不愿意的。就算神器联盟强大又如何？如果真的与神器联盟正面对抗，萧炎、灵动、沐尘3人也不会有一点惧意。如果这感到害怕的话，他们就不是千元界的巅峰传奇，就不是天元界的绝世传奇。不要以为当初击败了方科神使，就觉得自己很强，对付你们，如今本神使依旧能够完爆你们3位。神使依旧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看着萧炎3人，不过他也有嚣张的资本，毕竟这天神山乃是神器联盟的地盘，是吗？那我们就拭目以待。萧炎也没有惧意这位神使，甚至直接接受了对方的挑衅。就算在招揽神会中有人想要对付他们，那么他们也会让对方付出惨痛的代价。虽然这里是天神山，但是他们3人也不是那么好拿捏的。之前在纪元遗迹的时候，萧炎3人就差点被神器联盟的那些人杀死，凭着这一点，萧炎他们就已经对于神器联盟的这些人没有任何好感。要不是神器联盟的资源丰富，目前对于他们修炼来说极其的重要，不然早就将眼前的这位神使击杀了。虽然对方实力乃是一名第一序列神，但萧炎的底牌也非常多，个个都是能够与第一序列神抗衡。希望在招揽神会中也有如此的气魄。这位小兄弟的气魄我很欣赏，不要以为自己是一位神器联盟的神使就可以如此为所欲为，竟然针对3名来自第3等级世界来的参赛者，怕是你们神器联盟小肚鸡肠吧？此时一道声音从不远处传来，众人闻声望去，便是看见有3道优雅脱俗的身影，中间是一位年龄与萧炎、灵动、沐尘相仿，薄薄的嘴唇，尖的眉毛，斜斜飞入鬓角的几缕乌发中，英俊的侧脸，轮廓完美的无可挑剔，任何一位女子见到了都会忍不住的心动。在这位英俊男子的左边，其站着一位绝美女子，穿着淡绿色的衣衫，一双中天地之灵秀眼不含任何杂质，清澈却又深不见底，肤色晶莹如玉，堪称是绝世佳人。右边那道身影上，剔透的一双深棕色眼眸，像是最纯净的琥珀，总透出一股童真。帅气的脸上挂着如阳光般灿烂的笑容。这3道身影一出现，顿时让整个天神贵宾阁内的众人纷纷目光投射而来。不过在投射到那3道身影身上时，顿时每一个人的脸上出现了震惊之色。他们是见神宗的人。此时人群之中有一位人似乎现在了他们的身份，惊呼道。然而其他众人闻言之后，更是有些惊骇起来。萧炎、灵动、沐尘3人的目光也开始打量着这3道陌生身影，而后者那3位的目光也同样朝着他们这边看来。对方对着微微一笑，然后向萧炎3人缓步走来。中间那位英俊的男子冲着萧炎、灵动、沐尘3人微笑道：没想到第3等级世界诞生出了如此绝世天才，不错不错，招揽神会历届以来从未有过第3等级世界的参赛者，这一届能够打破这样的历史，还真是一件好事。说到这里时，英俊男子的目光则是看向神器联盟的那位神使道：这样的绝世天才都不好好培养，怕是你们神器联盟某些人真是瞎了狗眼。此话一出，在场的所有人目光一凝，震惊地看着这位英俊男子，能够用这样的口气与神器联盟的神使这般说话，一般情况下就是死。但又想起这位英俊男子的来历，心中也是暗自的松了一口气。对于剑神宗，在第1等级世界之中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不要以为你是剑神宗的人，我就不敢对你出手。神使的脸都被气青了，表情狰狞的沉声道：如果是换作神器联盟的神君，我剑神宗今日倒是会给面子，可你只是一位神使，我葛伦可不会给一点面子。葛伦2字传入众人耳朵的时候，原本就震惊的异样神色变得更加的明显的一些。因为葛伦的大名，所有人都是有所耳闻。剑神宗乃是第1等级世界中的前10的神势力之一，而剑神宗主打的就是用剑，以及能够成为前10的神势力之一，就是因为剑神宗的宗主剑神，其修为已经达到一个深不可测的层次领域。虽然很多神势力都惧怕，甚至要加入神器联盟之中，可前10的神势力之一的剑神宗，坚决不会与其他神势力一样低声下气。毕竟剑神宗的底蕴也不是那么简单。
能够与神器联盟叫板的一般自身的底蕴实力也不会差。第一等级世界很大很辽阔，比起第二等级世界不知道大了多少倍，并且由3大神界，仅仅一个神界就有着10个天元界那么大，而且其中还有无数座神之大陆，各大神界的神势力无数，能够排进前10之一的剑神宗，足以说明底蕴的强大。原来你就是剑神宗的剑神之子，剑圣葛伦，难怪会有这般底气和我说话。神使也知晓了，眼前的这位男子乃是剑神宗宗主的唯一之子，同时对于用剑也达到了造诣极深的程度。传闻已经感应到了剑魂，一旦彻底领悟剑魂，那么其实力更是会达到比序列神更强的神境领域。所以为何这位剑神宗的剑圣不惧神器联盟的神使？因为神使的实力基本都处于序列神之位的领域。虽说葛伦现在的修为达到了第1序列之位，但他前不久传出已经触碰到了剑魂的领悟。不管真假，如果真的要打起来，神使怕是不敌这位剑圣。你要认清自己的位置，你只是神使而已，对于我来说起不来什么风浪。我劝你赶紧给这3位小兄弟的住所安排好，不然我想如此偌大的神奇联盟应该不会因为陨落你这位神使，会与剑神宗开战吧？你给我记住了。神使手臂颤抖，捏紧了拳头，心中早已记下了葛伦的模样，日后这笔账必须找葛伦算清。然后一甩袖袍，直接转身走了。不过的确他说的不错，虽说这一次无神山是神器联盟举办，但是可不是神使来主持这一场1万枚年一次的招揽神会，而真正主持这一场神会的乃是神器联盟的神君。看来虽然说神器联盟的威慑力很大，但是神器联盟可不会因为一名神使来对抗一道前10神势力之一的剑神宗。如果是神君的话，那么又得一番别论了。神君的职位在神器联盟之中，比使者、神使都要高上一等的存在，而神君不仅管着这各自的9域天神阁，同时拥有着可以掌控每一域的天神阁权力。所以不管是什么神势力，就算是剑神宗，都不敢正面的去得罪一名神君，因为一旦得罪神君，先不说得罪了整个神器联盟，那一旦得罪，就相当于得罪了9域天神阁中的一域。可不要小看了9域天神阁的底蕴，虽说不是全部神器联盟的底蕴所在，但是也是神器联盟的核心底蕴之一。当然越往上的9域天，其底蕴也会跟着变得更加强大。众人见到这位剑神宗的剑圣葛伦逼走了神使之后，眼中都是露出惊骇的目光，竟然连神器联盟的神使都敢这样对。除了目前这位剑神宗之人，怕是来自其他神势力的参赛者也不敢如此。就算是一位神使，也不会这样直接选择去得罪。虽然说就算真正发生了冲突，神器联盟不会为一名神使派出诸多强者去对抗一道神势力，但是如果说这神使背后有着一些神君的撑腰，也就不一定了。这也是为什么一些神势力之人不敢与之正面对抗的原因。不过这一次剑神宗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，不要仗着自己是神器联盟之人就可以为所欲为。这样与自己有些相似的精神态度，萧炎、灵动牧尘也是看在眼里，拱手感谢道：“多谢了。”而剑神宗的葛伦微微的摆了摆手，笑道：“你们3位不用客气，我实在看不惯这位神奇的做法，只是举手之劳罢了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来自剑神宗，我叫葛伦，我左边的这位叫杰楚，右边的叫石一瑞，来自千元界。”萧炎、灵动、牧尘，哈哈，萧兄、林兄、穆兄，3位既然是我葛伦的朋友，怎么可能会没有地方住？我这就给你们安排。葛伦大笑一声，那英俊的脸颊上带着一丝阳光，这能够让无数女子都会痴迷的一名帅哥呀。葛伦转头看了看不远处还是惊骇中没回过神来的青儿，柔声道：“看下现在天级房间有没有空余的。”是。青儿也不敢怠慢，立马应声后快速的翻动着小本子，其中的字符不断的浮现，然后这些字符发出耀眼的光芒。青儿的小嘴微微一动，激动的说道：“现在竟然还有空余的天级房间，是给你们3人一间，还是1人一间？”闻言，萧炎尴尬的一笑道：“这个天级房间是多少主气丹？”天级房间需要40万枚之气丹，3间的话则是需要120万枚主气丹。120万枚主气丹吗？萧炎身上供给也只有100万枚主气丹。本来炼制主气丹是供给方舟的行使能源，没想到来到第1等级世界之后，主气丹成为了这方世界的货币，这让的萧炎有些意外。以目前萧炎是9品药仙的炼药术，1个月内炼制500万枚倒是也没有问题。只不过现在萧炎可没有多余的时间去炼制500万枚主气丹。看到萧炎脸上的变化，葛伦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萧兄、林兄、穆兄的3位的天级房间费用记在我们剑神宗的账面上。”好的，那么一共是120万枚主气丹，或者是12万枚神气丹。青儿小嘴惊呼，可以见到那完美的身材也是微微一颤，这一颤便是看见其双峰之上，从视觉上给人一种直击灵魂的冲击。虽然只是一位天神贵宾阁的招待侍女，不过这位侍女的确妩媚动人。几位大人，你们在天神贵宾阁的房间在最高层，这是你们的房间卡，上面有对应的房间号，且不限时间。青儿立刻再把萧炎、灵动牧尘3人的资料记录而下，顿时整个天神贵宾阁内便是听见一个洪亮的声音响彻而起：“恭喜
来自千元界的3位参赛者或天级房间住所。随着声音响起，萧炎、林动牧尘3人也是微微一愣，没想到还有这等播报。走吧，我带3位大人前往你们所住的天级房间，请随我来。切尔说完，便是转身朝着最高楼层，沿着阶梯一步一步的上去。多谢葛兄，你的这份情我们会牢记在心，日后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，我们会义不容辞。萧炎3人对着剑神宗之人拱手谢意。对于帮助自己的人，他们3位都是懂得感恩的人。哎，没关系，既然你们是我葛伦的朋友，我们之间就不要这么客气了。今日相识即是缘你我之间的缘分。这地儿我也不是很熟，但我师妹接触熟悉。等安排好住所，我便让师妹好好款待你们。葛伦一脸笑道，一副大方可人的模样。萧炎3人也是笑了一下，便是微微抱拳，委婉的拒绝道：“葛兄可是帮了我们的大忙，要不是你们，我们可是连住宿的地方都没有了，所以款待便不必了。”而葛伦见到萧炎3人这样做，也都是在意料之中，所以也并没有与萧炎他们继续客套交流下去。萧兄、林兄、木兄，3日之后，天神山会有一场拍卖会，其中有着诸多的至宝以及神器和神技神法都有，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。葛伦说完，也是拱手示意，便转身离开了。